阿根廷梅西領着的奪冠大熱，淘汰賽頭一場碰的是個總人口才50萬的島國佛得角，巴西呢碰日本，法國碰瑞典。你掰着手指头一看，这对阵，心里的80%犯嘀咕：这誰碰誰？到底是咋定下來的？是不是现场抓阄抽签抽出來的？还真不是。这16场谁打誰？早在小组赛第一角球還沒開踢，抽籤那天就已經一格一格全給排死了。連哪8個小組第3能擠進來，各自又去碰誰，這種事國際足聯都提前寫進了一本規程裡頭，495種可能，一種都沒落下。我是老馬，上回我講了淘汰賽這球大概咋打，這回評論區好多人追着問同一個事兒，憑啥是他碰他，不是碰別人？今天老馬就把這張藏在規程裡的天書給你翻譯成大白話，這16場我一場一場告訴你，因為這隊是第幾名，從哪個組出來的，所以板上釘釘，他就得跟那隊踢。动正題之前，先花半分鐘把這32支队是打哪兒來的给你順一遍，這個順不明白，後头聽着費勁。這屆世界杯頭一回擴軍到48支隊，分成12個小組，從 A 組一直排到 L 組，一個組4支隊，每個組踢完前2名直接出線，這就攢下24支了。光這24支還不夠數，再從12個小組的第3名裡頭挑出成績最好的8個也塞進來，24加8正好32，淘汰賽的人數就這麼湊齊了。這兒你記個新鮮詞兒，這一輪叫32強。搁過去那種老世界杯，32支队參賽，上來直接就踢16強，壓根兒沒有32強這一說。這屆隊伍多了，淘汰賽頭一關就多出來32強這麼一輪，整整16場球。官方編號從第73場排到第88場。好，32支隊站齊了，最要命的問題來了，誰跟誰打了？好多人腦子裡第一反應是不是跟小組賽抽籤似的，搞個儀式，現場把球队名字一個一個抓出來配對？還真不是。淘汰賽這張對陣表是抽籤那天小組賽一場都還沒踢之前就一格一格畫死了的，你就把它想象成一張大表格，或者一棵從下往上長的樹，哪個位置对哪個位置，誰贏了往上爬進哪一格，早800年就釘死了掛那兒了。球隊要做的就是憑小組賽的成績往這些早畫好的坑裡一個一個对號入座地填。這張表就認2樣東西，第一你是小組第幾名，第二你是從哪個组冒出來的，就这俩。那16场說穿了就3種配法，我給你一類一類拆開。第一類待遇最金貴的，小組第1配一個小組第3名，12個組的頭名裡頭有8個，第一關碰上的就是這8個擠進來的最好第3名，這是給頭名的獎賞。你小組賽打得漂亮，拿了第1，淘汰賽頭一關就給你配個紙面上軟乎一點的對手。第二類小組第1配一個小組第2名，剩下那4個沒輪上碰第3名的頭名，去碰別的組的第2名。第3類倆小組第2名自己捉對廝殺，你品出味兒了沒有？從頭到尾小組第1之間這一關誰也碰不着誰，全被岔開了，各自去打第2名或者第3名。這就是當上頭名最大的好處。第一關絕對不會一上來就撞上另一個組的老大。你想看倆奪冠大熱硬碰硬，這一輪你看不着，最早也得等到下一關16強。這也是為啥小組賽最後一輪明明都已經出現了，好多強隊還咬着牙拼了命也要去爭那個小組第1，爭的就是淘汰賽這第一關，能少啃一塊硬骨頭。現在說這屆最繞也最值得唠的一塊，那8個最好的第3名到底是按啥安排敲出來，又是按啥安排去碰誰的？先說怎麼挑，12個小組，12個第3名，把他們都摘出來，搁一塊排個總榜，從上往下數，前8名晉級，後4名打包回家。排榜先看積分，積分一樣比净勝球，净勝球再一樣比總进球，還分不出來，後頭還有公平競賽分，世界排名都底。今年這張榜單排到末尾，那叫一個慘烈，前7個第3名都拿了4分，穩穩當當進了。最後那一個名額卡在2支3分的隊中間，一邊是塞內加爾，净勝球正2，另一邊是伊朗，净勝球正正好好是0。規矩明擺着，同樣是3分，先比淨勝球。塞內加爾靠着多進的那2個球，把最後一張門票攥手裡了。伊朗呢，就差這麼1-2個球，卡在第9名，全隊3場踢的再賣力白搭，當場出局。一個進球定了一支國家隊的生死，這就是新賽制最冷血的地方。挑出這8個第3名，接下來才是真正繞的地方。他們8個具體去碰哪8個小組第1，這裡頭沒有抽籤，一丁點運氣成分都沒有。國際足聯早就把所有可能性一種不漏全給列死了。你想啊，
12個組裡頭，到底哪8個組的第3名能出現？這是從12裡頭挑8個，數學一算，整整495種可能。國際足聯乾脆把這495種情況，每一種都提前配好一整套對陣，白紙黑字印在世界杯競賽規程的附件裡頭。小組賽一打完，確定了出現的8個第3名是來自哪8個組。工作人員翻到對應那一頁那一行，照着上面寫好的哪個組的第1碰哪個組的第3，挨個往裡一填，齊活，沒有現場抽，沒有臨時改，全是提前排死的。這張表還藏了一條特別貼心的硬規矩：小組第1絕不會被分去碰自己組裡出來的那個第3名。同一個組的隊，小組賽剛踢過，賽制特意把他們岔開，俩人要想再見面，至少也得熬到16強往後。給你看今年真實這一行是咋填的。今年出現的8個第3名來自 BDEFIJKL 這8個組，照着規程那一行往下填。墨西哥是 A 組頭名，配到的是 E 組第3厄瓜多爾；美國是 D 組頭名，配的是 B 組第3波黑；德國是 E 組頭名，配的是 D 組第3巴拉圭。挨個對下去，你仔細看這8隊，8個第3名正好就是那8個組冒出來的，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嚴絲合縫全對上。這就說明這表沒填錯。哪天要是換一個組的第3名出現，整整一行就自动換成另一套配法。這就是495種可能，495套对阵表的意思。行情机制给你講透了，下面最過癮的部分來了。這16場我一場一場帶你過，每一場都告訴你因為啥，所以是他倆碰。先說8個小組頭名碰第3名，這8場也是看點最足的一數。頭一對阿根廷，這一組第1 9分小組頭名，梅西親自帶隊。按表，阿根廷這一檔碰的是 H 組第2佛得角。佛得角什麼來头？大西洋上一個小島國，全國滿打滿算才50來萬人，比咱們一個小縣城人都少。這是他們隊史頭一回踢進世界杯，小組賽3場全平，硬是從西班牙腳底下搶出一個小組第2，活活創造了歷史。結果一進淘汰賽，迎面就撞上梅西和阿根廷，50萬人的小國對上卫冕冠軍的金字招牌。這一場本身就是個天大的故事。這兒我先插一嘴，我是老馬。要是這種把門道一層一層給你扒明白的講法，你聽着受用，先动动手指點個訂閱，關注第一次看球，往後世界杯這一路，老馬接着陪你看。好，咱接着唠。法國 AI 組第1 9分净勝球正8，小組賽踢得最猛的队之一。按表頭名配第3名，法國配到的是 F 組第3瑞典；德國 E 組第1配到的是 D 組第3巴拉圭；墨西哥東道主之一 A 組9分頭名，配的是 E 組第3厄瓜多爾。一場北美中美洲的鄰里对掐，英格蘭 L 組第1配的是 K 組第3刚果金；美國另一個東道主 D 組第1配的是 B 組第3波黑；比利時 G 組第1配的是 I 組第3塞內加爾，就是剛才那個靠净勝球死裡逃生踩着伊朗擠進來的塞內加爾。瑞士 B 組第1配的是 G 組第3阿爾及利亞。哥倫比亞 K 組第1配的是 L 組第3加納。這8場你挨個一品，清一色全是某個組的頭名去碰另一個組擠進來的第3名，當頭名的待遇就實實在在體現在這兒。再說4個頭名碰第2名的，這裡頭有個特別有意思的對稱設計。巴西 C 組第1碰的是 F 組第2日本，與此同時荷蘭 F 組第1碰的是 C 組第2摩洛哥。你看出來沒？ C 組和 F 組頭名和第2名正好交叉換了個位置踢。多說一句，這場巴西对日本，日本這些年長進飛快，技術細膩得很，真不是來給巴西湊數走過場的。巴西想輕輕鬆鬆過關沒那麼容易。另外一隊也是這麼個交叉法，西班牙 H 組第1碰的是 G 組第2奧地利；阿根廷那邊 G 組第1碰的是 H 組第2佛得角。H 組和 G 組也是头名次名交叉对碰。這張表就是這麼工工整整設計出來的。剩下最後4場是倆小組第2名自己打，南非 A 組第2碰 B 組第2加拿大，這倆都是從各自組裡第2名擠出來的，半斤八兩，誰也甭嫌誰。科特迪瓦 E 組第2碰 I 組第2，挪威那邊可揣着哈蘭德這麼個大殺器。再看葡萄牙 K 組第2碰 L 組第2克羅地亞，你听听這倆名字，41歲 C 羅的葡萄牙對40歲莫德里奇的克羅地亞，倆老牌劲旅，倆傳奇老將，按說都是有頭有臉的強隊，咋第一關就撞一塊了？就因為他倆在自己小組裡都只拿了個第2名，沒撈着頭名那份避開強隊的獎勵。
這才早早的湊到一起了。最後一场，澳大利亚 D 組第二碰 G 組第二，埃及，这就是全部16场。你再回头看一遍，没有一场是临场抽签抽出来的，全是你是第幾名，从哪个組來，往那張早排死的表裡一套，自動就蹦出來了。那這會兒有人該問了，巴西、阿根廷、法國、西班牙、英格蘭這些個奪冠大熱，第一關全在欺負小隊，他們之間到底啥時候能碰上？這就得說那張大表往上的走向了。16強、8強、半決賽，每一格的勝者往哪兒走，同樣是賽前就連好線盯死的。整張表分成上下2個半區，就像2條平行的賽道，各自往上爬，一直爬到決賽才會到一塊兒。也就是說，分在同一個半區的2支強隊，可能16強、8強就提前火並了。分在不同半區的，得一路贏到決賽才碰得上面。具體誰在哪條道上，得等這16場踢完，贏家出來了才能往上接。所以你現在就可以扒拉扒拉，你支持那支隊在哪條賽道上，這條道上還埋着哪幾個硬茬子。好，今天這一整套誰打誰的門道，給你抖落清楚了。說到底就一句話，淘汰賽的對陣根本不靠現場抽籤，全靠一張賽前就排死的固定表。你小組第幾名，從哪個組出來，表上早就寫好了，你該碰誰。12個小組頭名互相岔開，誰也不早碰。8個最好第3名照着那本495種可能的規程對號入座，同組的還特意岔開，不讓你們提前重逢。這麼一套規矩走下來，16場場場都是板上釘釘，明明白白，對陣是都定死了，可球還一腳沒踢呢。從今天6月28號起到7月3號，6天裡頭，這16場就要一場接一場開打。誰能爬過第一關，誰當場卷鋪蓋回家。這幾天就全見分曉。最後嘮兩句，今天這一期講的是誰打誰怎麼定的。他前頭還有一條姊妹篇，專門講進了淘汰賽之後，這球到底咋踢？為啥單場就定生死？踢平了咋辦？怎麼一路熬到冠軍？跟今天這條正好配成一套。再往前還有一條講小組賽咋出現48支隊，咋變成32支的。想把世界杯這套賽制從頭捋明白的，結尾我都給你擺好傳送門，把這幾條補齊，你就門清了。喜歡老馬這麼手把手帶你看球的，順手訂閱一個第一次看球，別走丟。留個問題給你，你支持的那支隊淘汰賽第一關碰的是誰？你看好他過這一關嗎？評論區告訴老馬，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咱們下一場見。